好的，我们来再看一下机器的其他细节，看一下我们的喷嘴，这个是不锈钢的结构，我给大家取了2个喷头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 IP_5 的，孔径是 6.3， 这个是 IP_6 的，孔径是 12.5， 这个地方我们有做一个斜口，这个完全是按照标准来设计和制造的。然后这里我们有做螺纹的处理，除了美观之外呢，还方便用户取换更换。好的，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喷枪的固定方法，我们采用了电机来驱动喷枪，使它能够实现上下摆动式的喷淋。这里呢，只是为了让大家方便观看，后期的话呢，我们还会加一个保护罩，将这个电机保护起来，同时呢，也会更美观协调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友商的这一个喷嘴。单从外观上面来看呢，我个人感觉就像是几个螺纹直通拼接出来的。然后取下来看一下这个喷嘴的这个位置，它也没有做斜口的处理。不知道其他客户朋友怎么看？然后它这个固定的方法呢，也是通过这个螺丝直接穿过来固定的。然后是可以这样上下移动的，但是稍微比较吃力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视窗，然后人站在这里呢，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内部的试验情况。此外，在这个玻璃上面，我们还装了一个雨刮，这个雨刮是汽车雨刮，能够很清楚的将玻璃上的水渍擦除干净。用这个擦的话呢，稍微比较吃力，然后它不像那个雨刮一样的，就是一刮就一大片，只能慢慢的这样子，然后声音也比较大。好的，2台设备的整体和细节我们都对比完了，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2台设备的一个效果，看看情况怎么样。我们等一下用这个电子包来测试一下。先来看一下我们悦信的一个试验情况。好的，这个样品我们已经固定好了，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进行一个测试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我们这个门关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好的，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操作界面。这个操作界面是比较容易上手的。开机进来之后，我们来点一下这个测试窗口，选择对应的测试等级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测试参数，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设定。比如说刚才这个电源我们就可以设到250，但如果说某些样品它的高度比较高我们可以设定更高的喷水高度，比如说800，那它喷水的话呢就能摆到800的一个高度。现在我们改回去，然后这个是样品电源，如果说您的样品需要通电测试，你只需要点开这里，然后在我们的内箱右侧有一个样品电源接口，它插上就可以通电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定点测试。定点测试的话呢，它结合了直喷的一个效果。比如说您要测试样品的某一个局部，您可以点击这里的定点测试，然后来上下调整这个喷枪的一个高度，来选择您要测试的部位。所以
整个设备的操作是比较简单的。现在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定点测试。首先在测试前，我们先要把这个点亮，然后再点击启动。启动之后，我们可以通过拉动这个支点来调节它的喷水位置。这个定点测试的功能呢，是之前我们有个客户提出来的一个要求，后面我们将它标准化了。不知道买过我们的机器的客户啊，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，好不好用，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台友商的机器的一个试验效果。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界面。这里的话呢比较简单啊，总共就只有2个画面。一个是，他们没什么太多的参数设置。这是选择照明灯，它实际里面是没有照明灯的啊，这应该是他们一个比较模式化的一个程序。这个就是设置界面，总共就这么2个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选择一下 IP-X5， 然后来运行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他们这个选择 IP-X5， 但是实际上是这个 IP-X6 的水泵在工作。然后刚刚没启动多久，这个设备就自己停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好的，再试一下。刚刚我们选择的是 IP-X5， 但是的话呢，实际上面这个流量计它是 IP-X6 的流量计在工作，左边是 IP-X5， 右边是 IP-X6 啊。等一下我们选择一下 IP-X6 来看一下效果。刚刚把这个水箱门打开，然后发现这里的这个出水啊，回流特别慢啊。好的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这2款设备从外观上面来看，确实差异不是很大。如果您只是通过图片或技术文件来对比，几乎不会发现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但是如果说在线下这么一对比，还是会发现有很多不同之处。那么我们作为这个设备的厂家，也不对友商的产品进行过多的评价，只展示最真实的部分，一切留给屏幕前的您进行选择。我记得以前有个客户跟我说过，所有市场上的产品既然能够出来被卖，那它就已经有它存在的理由。况且我们的客户有的时候买设备也不仅仅是为了测试而已。那么相比较而言，这2台设备您会怎么选择呢？